约书亚记第1章讲到几个字：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什么死了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，不管你爱主不爱主，我们都会死的。那问题不在死的之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约书亚，告诉他一件事情：你要起来，要过约旦河。所以刚刚子龙姊妹讲得很好，我们所有一切的追求、一切的敬拜、一切祷，没有行动，那都是死的。所以行动很重要。那我们怎么能够坚持这个行动呢？所以我们需要有团队，有彼此安慰。我们软弱的时候彼此帮助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神的话，在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怎么靠着神的话，我们能够刚强起来？所以为什么读经？为什么祷告？为什么小组？为什么教会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我们的行动能够持续下去。基督教2000多年来，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，经过很多的残暴的政治家的迫害，经过很多的不容易的环境，但仍然现在是越来越强盛。就是有一批的人，圣经里面叫做小群，一批的小群，圣经里面的原文叫小群，有一群人很坚持，他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所以他们为神的行动没有被环境打垮。我们今天已经读到应该是第9卷书了。我们先读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就旧约的前5卷书。这5卷书是圣经66卷书所有真理的基础。如果你这5卷书不懂，你去看其他的圣经，你会很多的问题，而且你圣经会解得不清楚，你会自言自说，你会很多的矛盾会出现。所以这5卷书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读完这5卷书以后呢，我们再回去读新约的第1卷书马太福音。新约前面4卷书讲了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一些事迹，我们选了马太福音，我们要选了约翰福音。读完以后呢，我们继续读了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就是教会的初步的历史。所以我们读完使徒行传以后，我们再回来读约书亚记，就是圣经旧约里面的第6卷书，这都有次序，有它的目的在那边的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，新约的使徒保罗、彼得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，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生命，为了神的道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。约书亚记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靠着神的能力，他们要得到那个地为业。所以2卷书是遥遥相对的书。约书亚这个人，他是以法莲支派的，他本来不是叫约书亚，他叫做何西阿。何西阿就是神的拯救的意思。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他的老师摩西替他取的，替他改的。在民数记13章16节，他们要打发，刚才子龙讲的时候，要打发进到迦南地，看这个迦南地的情形的时候，有一个支派的叫以法莲支派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叫他过来的时候，摩西跟他讲，你现在要改为约书亚，他本来叫做何西亚。那我们后来耶稣基督，其实耶稣2个字也是约书亚的意思。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，就是约书亚，这拯救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上，我要叫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什么拯救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旧约这个是你们听一下不要出去变。旧约所看到的神，都讲的耶和华神，看得见的神都是子神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过什么父神，这个是最高的真理。所以旧约里面他为什么叫耶和华而不叫耶稣呢？因为他还没有叫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什么拯救出来，所以他不能叫这个。就好像我是医生，我在民国72年6月30号之前，我都不能叫医生。虽然我是医学生，我拿到毕业证书，因为我还没有执照。当7月1号我考过那个执照的时候，我的身份改变了，我可以叫什么医生。大家应该了解这个意思。所以旧约所看到的神都是子神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什么父神。所以真理的强度跟次序要了解，你才不会有疑惑。新约讲从来没有看过父神，亚伯拉罕就看过啊，他不是在那边
橡树旁边看到耶和华带了2个天使来嘛，所看见的都是什么？子神，因为子神将神的父显出来。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真理的真正的最高的，就像宪法一样，你明白的解释下去，才不会有迂腐。那这个时代背景，刚才子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约书亚记最重要的几卷书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神有应许给我们，这是神的应许很重要。如果神没有答应你的事情，你怎么努力也没有用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说：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诚实看守的人，在哪？枉然惊奇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城市、坚持建造的人，在哪？枉然努力。所以所有的东西，神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啥？就是我不要神给我安排的，我要我自己安排的，那就是难处不断。可能那个事情不是神要你去做的，神就是一个导演。保罗说，我们就像一场戏，对不对？一台戏，演给谁看呢？天使。第一个演给天使看，天使有好的天使，也有堕落的天使。所以我们这场戏演给好的天使看，也演给谁看啊？撒旦看。先是演给天使看，再下来演给什么？世人看。我们就一台戏。那个戏里面一定有个导演，神就是个导演。戏里面一定有不同的角色，我们就是不同的角色。保罗将他讲得更清楚一点，就变成个身体了。我们就是一个身体，身体有不同的肢体，对不对？有人要做手，那手有很多的不同的单位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只有一个手，手里面很多的细胞、很多的关节、很多的经络、很多的血管、很多的神经、很多的淋巴。很多的脂肪，对不对？有不同的角色，这个角色扮演的好，这个手的功能才能够发挥。如果手的功能有一部分发挥的不好，那就手的功能就不完全。所以以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准备写信的时候，最后都会署名叫做墨汁啊，看起来好像很谦卑，对不对？墨汁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墨汁很重要的，而且墨汁是最麻烦的。为什么？很多的感染都从墨汁开始感染，你会发现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很容易受伤嘛。对，末梢神经循环也比较不好嘛。所以你看糖尿病的病人、年长的病人，他很少说在大腿里面长个疮，很少，他都在小拇指旁边有个小伤口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处理它，会慢慢什么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。所以称为末知的人，他不了解真理是最重要的单位，你知道吗？他本来以为谦虚的，变成这个骄傲，所以人的麻烦都在这边，你知道吗？不要随便加名字在自己身上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写的就是他有了解，他说那就不要叫末知，叫弱知，有没有看到？强弱的弱，他也觉得我很谦卑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太多的弱知了，所以教会不能刚强。我们都不能称自己是弱智，阿妹吗？那你也不能称自己是强知，也没这么强嘛，对不对？那什么知就好，我们就肢体就简单了，阿妹吗？你不要画蛇添足，对不对？自己想一套办法出来，表示甚至谦卑，在你谦卑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骄傲。圣经里面告诉什么叫做谦卑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有本书，穆安德烈写的。现在这本书可能不好买得到了，就绿色，这个的绝版，你上亚马逊去看看，叫做谦卑。谦卑是什么意思？总括来讲，谦卑就是在自己的缺点上承认，叫谦卑。很多人是谦卑什么？他明明很会唱歌，很会敬拜，请他来敬拜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我不行。其实这是强处上面谦卑，叫做虚假。阿们吗？我们常常讲到这里，就真的是圣经里就很简单的，我们常常误解他的意思。比如我是个医生，你给我看病，我说哎呀我不行了不行，我就是在强处里面什么虚假。我做医生嘛，我看病是应该的嘛，你给我看我不是骄傲嘛，阿们吗？我是讲员嘛，你请我讲一下，哎我不行了，我不会讲了，那就是在强项里面什么骄傲虚假。所以你可以整洁的，我们请你做了警戒，你应该说我愿意，
你可以导读的，我们请你出来导读，你说你愿意；你会弹琴的，我们请你出来弹琴，你说我愿意。这不叫做骄傲，骄傲是什么？你在你的短处、缺点上面承认。比如刚才子龙就很谦卑嘛，他说呢，他个性很急，对不对？他承认嘛，有人个性急不承认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救我们不是要我们改变个性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教会里面最大的危机，就是要改变人家的个性。每个人都像某一个人一样，那这样子的教会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变成林青霞一样，你说可不可怕？很可怕。每个人变成秦祥一样，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神的伟大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阿门吗？阿门。哎呀，我跟他讲话不一样，我跟他讲这个才快乐嘛。每个人讲话都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就讲以前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每个都是青汤挂脸的，对，像共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好看了嘛，现在不叫共匪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好像听说是那边听得到我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被警告过一次了，对不对？已经被警告过一次，不是，神要改变我们生命，阿门吗？不是改变我们个性。我们每个人就有不同的个性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个性是完美的，阿门吗？你们觉得谁是完美的？不会有人完美嘛？连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，意思说没有完美，就是我们不完美，我们才需要耶稣成为我们救主，阿门吗？就是我们不完美，我们才应该凡事谦卑，就承认我的不完美，对不对？说承认你的缺点就是谦卑。有人的缺点是不能承认的，对不对？他的优点偏偏不敢承认，哎呀哪里看看，对不对？他明明是首富，哎呀我很穷的，哪里啊？这假的嘛，对不对？你都穷，那我算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伤害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他很贪婪，他不承认。他的缺点他不承认，这个人是不是谦卑啊？没有谦卑。记得谦卑就是承认自己的缺点、短处。我在缺点上，我学习，我一生学习，将我做不到的东西，我不好的地方，我一生改变。啊，所以你不会看不起人家，因为你也有缺点。如果你承认缺点，他承认缺点，这个小组、这个教会就强大起来，阿门吗？如果大家都不敢承认强处，不敢承认神给你的恩赐，那这个教会就完蛋了，谁都觉得不行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解释。所以约书亚记最主要，神要告诉我们一点：神应许给我们的东西，下面有个步骤很重要，人要有行动，你才能够得到祝福。神虽然给你，你没有行动，你是得不到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读真理说，依靠神不知羞愧。但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觉得很羞愧？因为你没有行动。阿门吗？阿门。神已经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了。如果他们不过约旦河，这个要得不到产业。所以行动很重要。但是如果神没有应许你，你行动也没有用。就要听清楚啊！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神要感动我，我要做什么。”神没有签这个名字，你是假传圣旨，对不对？也没有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经，明白神的心意？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我们都在讲我们生命的命定，对不对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意思。神命定你的东西，不是你命定自己，是神命定你。命定的东西，你要去什么？执行，要去行动。那下面的神迹就出现了。所以，个神做事原则很简单：有没有神对你的应许？神对我们的应许什么？你们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神有没有应许我们啊？应许。所以福音永远不会失败，阿们吗？因为神应许。你传福音永远不会错误，阿们吗？因为神应许的。那为什么小组没有福音朋友？你教会为什么这么荒凉？因为你没有什么行动。你说为什么我看不到神迹？因为你没有行动，阿们吗？所以约书亚记，我们在教会，我这一个时间也是讲12堂的课，就是约书亚记。第一堂就讲的刚强壮胆，就是行动。我们靠神刚强，靠神壮胆。
壮胆就讲到行动，没有行动是不能壮胆的。有了行动以后，后面才有神迹，对不对？他们一过约旦河就立起城垒，约旦河的水就断开了。所以你要行动，先行动才会有神迹。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去完了耶利哥，慢慢就会讲到这个耶利哥城。神说我们打仗用自己的想法，打仗一定要准备刀枪兵器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，哎呀，我要赚钱一定要努力，不一定，很多努力也赚不了钱了。我们要赚钱是要敬畏耶和华，阿们吗？要将神的事放在第一个位置。你要健康，要看医生，没有错，有病的才需要看医生。你要做个健康的人，要敬畏神，阿们吗？就唐崇荣牧师最近讲一篇道，我很感动。他有年纪大了，他到处的飞来飞去讲神的话。他在印尼不简单的环境呢，他设立了很大的教会 mega church。他有音乐方面、哲学方面、神学方面，他有这么大的权威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有糖尿病，有高血压，你不小心自己身体吗？”他讲了一句话：“我很少为我自己来祷告，因为神负他完全的责任。神负他完全的责任。我们因为太多为自己祷告，忽略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反而很多情形会出现的危机，出现危机。所以神要我们刚强调，神已经答应的事情，我们去做就会有神迹奇事。所以约书亚记主要是讲这个事情。神应许的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，在创世纪第15章，他跟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看天上的星，地上的沙，将来你的孩子、你的子孙们就是得到这块地，就这么多人。”他地的范围都告诉他了。在约书亚记第1章再讲一遍，从东边开始，从大河开始，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。从幼发拉底河，幼发拉底向东不是犹太人的，所以中国不是犹太人的地方。从幼发拉底向西是属于他们的地，神赐给他们。有南地到的叫做旷野，旷野一共有3个旷野。我们知道上面约旦河一直下来到死海，我们知道对不对？死海第一个下来遇到的旷野叫寻找的寻，叫寻旷野。寻旷野再下来一点叫亚兰旷野，亚兰旷野再下来就是泛旷野，泛旷野再下来一点就是西乃山，西乃山再下面一点点就是红海。过了红海那一边不是他们的地，那个是谁的地啊？是埃及的地。所以东边从幼发拉底河，这个南边从旷野里面，西边到哪里啊？大海。大海现在就叫地中海，那个时候叫做大海。所以地中海外面的，我们知道后面一直有欧洲的，有欧洲，对不对？再下去有北美洲，这么地不是他们的。然后向北到哪个地方是他们的？到黎巴嫩。所以这个范围，神给他们范围很清楚。那这个地呢，一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他们才完全真的是有神这块地给他们。但是中间很多地都失去了。为什么失去了？因为人不顺服，没有遵守神的律命典章。所以神答应他们，给他们了，所以应许已经有了。所以他跟约书亚讲：“你们要刚强壮胆，得地为业。”那刚强壮胆靠什么呢？这边说耶和华的律例典章，你们昼夜思考。刚强壮胆不是哇，我刚强，喊口号没有用的。我们喊了多少年反攻大陆、解救大陆同胞，对不对？用途不大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还是偏安在这边的，连这边都要独立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口号没有用的，靠神的话刚强，阿们吗？阿们。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重要在哪里？那圣经要了解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常常的抓住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依靠耶和华不羞愧，你没有行动，你会羞愧的。神虽然应许你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得救，全家有得救，神有应许你，但是你必须要什么？行动，你要去做。神没有百姓，百姓讲到器皿，神没有器皿，神不做事情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，为什么神不早点救他们出来呢？如果你听过我讲出埃及记就知道了，因为神没有器皿。
当摩西一出生的时候，神知道器皿来了，黑暗的权势也很紧张，对不对？黑暗的权势要搅动法老，要杀所有出生的孩子。你看，撒旦知道这个人是神的器皿，为什么早不杀晚不杀？就是摩西出生才要杀了，因为摩西是神的器皿。撒旦知道，神知道器皿来了，神就做事情，所以神做事情透过百姓。但是如果没有器皿，神不做事情，不是不能做事情，是不做事情。教会荒凉，小组荒凉，神要得到什么？器皿，你就是器皿。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教会小组摆上，神不做事情。继续在埃及为奴，继续在埃及，这是很清楚的真理啊。如果百姓做事情没有神的同在，百姓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两个东西不一样，神需要百姓，需要器皿，器皿需要神。阿们吗？阿们。谁比较重要？都重要。这个秦伟属灵生命有进步哦。我们不是要用人的比较哦，神比较大，或者父子生灵哦，父神比较大，他老大。你这样讲就得罪三一的神。他们三一的神有没有分大小啊？没有。同等权柄。我们的脑筋里面，我以前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就我刚刚信了耶稣，你能遇到辅仁大学的一个学生。但是你们基督教很奇怪，为什么信耶稣？那个时候我真理不是很熟，对，刚刚信主嘛。那我说，那要信谁？要信玛利亚。为什么？我说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。哎呀，但是我圣经虽然不熟，但神给我个脑袋还蛮清楚的。那我说玛利亚不重要，那个拜约瑟，因为约瑟是爸爸。他听到我这样讲说，你这个不懂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回想，我这个才是真理啊。我们人都用人的方法去判断嘛，对不对？拜子，那不要拜母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天主教有什么？蒙福的玛利亚，要像玛利亚，对吧？祷告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最大的差别。我曾经讲过，今天很多新来的朋友，我再讲一遍。基督教跟天主教里面最大的差别就是圣经差别。我们只有这66卷，他们还有几卷所谓的辅经，他们是历史啊。但是新基督教没有，他们有一些历史书帮助他们了解。另外一个差别，我人跟神之间，我们都有相同的认识，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我们跟神的，所以有了子才有父，听清楚对不对？没有子，连父都什么没有了，所以不用高举父神，你高举耶稣，你就有了什么？有了父亲。你不要煎熬去高举父亲，连词都没有。这是神的语，这话语的真理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它有中间的问题跟我们，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可以直接的什么交通祷告，因为我们之间是直接的。但是天主教有一个规定，人与耶稣之间也需要个中保，就中保是谁呢？玛利亚，圣徒。所以他们奉很多圣，有没有看到？丰盛就透过这样圣徒来更多认识耶稣，这是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东西。有没有被我搞糊涂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们跟耶稣之间需不需要透过牧师啊？不需要，你直接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请牧师长老来祷告呢？你圣经有讲，对不对？长老的祷告是有权柄的，对不对？你有罪有需要，你可以请长老来抹油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房间里面有一瓶油，但从来没有用过，没人找我。那瓶油是一个姊妹去以色列送给我的，哦，然后我说好。这抹油祷告这个也是个外在的东西，真正我们可以按手祷告，就彼此祝福，生命可以浇灌。有些东西你
你说外在重不重要？讲不重要也重要。有些人长了一个抹个油嘛，我也不会说不行，没有这么绝对嘛，对不对？就抹一下嘛，没关系嘛。那真的没抹油，恩膏就是我们身上嘛，对不对？保罗说，我劝弟兄，你随时随地举起你的右手什么？多放祷告。这神给我们权柄嘛。所以约书亚的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神应许的事情，我们要有行动。下面就有什么神迹？如果你没有看到神迹，你一定不是检讨一个事情，就是神没有应许你这个事情，是你自己想的，或者是神有应许你，但你没有行动，你想看神迹，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文士、祭司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没有爱神的行动，没有敬畏神的行动，他们不想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都没有行动。他们不像12个门徒跟着耶稣，他们没有行动，他却要看什么神迹，对不对？有法利赛人问耶稣：“夫子啊，你可不可以做个神迹，表现个神迹给我们看看，让我们相信你是弥赛亚？”主怎么说啊？除了约拿的神迹，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啊？死而复活。读约拿书很有意思的，知道吗？我想请问大家一个神学问题：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是死的，是活的？听过我讲吗？约拿在肚子里面，鱼的肚子里面很多酸性，3天在鱼肚子里面呢，死的吐出来以后，它就变成了活的。在神没有难成事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埋葬的是死的，是活的？死的。一个活人埋葬很痛苦的，所以那3天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死的，但是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3天他也没有闲过，他的灵魂去阴间传福音给那个挪亚时代被洪水灭的人。这个真理啊，如果不读清楚啊，会变成异端，都以为说人死了以后，神还会去这个阴间传福音，不是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挪亚的时代。这个要讲一篇道啊，这个写出神的公义来。那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这个，你们可以调录音带，这个知道这些故事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我们有神的应许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什么？还有行动，阿们吗？行动很重要，有了行动才会有什么神迹出来。当我们行动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行动，所以这种讲，我们需要团体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说，当神小于约书亚的时候，约书亚小于谁呀？官长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的官长在小于什么人啊？百姓。意思是什么？所有人都要知道。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颁布消息的一个系统，对不对？主任牧师知道了，所有牧师要知道。牧师知道了，所有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、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。就像心脏的血打出来以后，它一打出来，不是只有供应肝脏，它有供应所有的器官。所以消息的传递很重要。我们小组现在越来越蒙神的保守，神的祝福，人数越来越多，我们更需要有这个系统，阿们吗？我不可能跟每个人讲，打个电话给你。我们现在上次聚会3000多人，上个月对，我不可能每个人打电话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而且这样做也是愚昧的方法。我一定会有一批的同工，他们知道，因为他们要回去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神小于摩西，摩西小于以色列百姓；神小于约书亚，约书亚小于官长，官长再小于百姓。你看，约书亚比摩西进步了，有没有发现？中间多了什么？官长，对不对？摩西后来有学到这个，他的岳父耶陀罗跟他讲说：“你一个人这么累得要死，你应该什么？有1000副长、100副长、50副长、10副长，意思分工合作。”那摩西很快学好了，那个约书亚很快学好了。约书亚是谁？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解经的一些像就有本叫祈祷本，特别为约书亚写了一段话。约书亚是以法莲人，他认的孩子，他在40年的时代跟随摩西，在战场上打仗，所以他懂得策略，他懂得，他胆子大，他懂得军事，
他跟摩西一起在会幕里面服侍，所以他懂得什么律法。所以当摩西过世的时候，他完全可以承受神给他的托付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自己，成为一个约书亚，阿们吗？所以今天题目改得很好，我们都是约书亚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在培训大家。你不是说约书亚就是一个，我们都是约书亚。所以你不要等着你用的时候，真正的摩西走了，约书亚没有人，找不到人。后面的4世纪就发生这些危机，所以4世纪为什么混乱呢？400年混乱，没有培训人，没有一个人培训一个人，没有培训人。所以教会你不培训人，这个教会因着这个牧师在，他很伟大，他很了解神的爱主，但他走了以后，教会就荒凉。所以一代不如一代。欧美的教会很多都是这样子，18、19、20世纪非常爱主的教会，非常爱主的牧师在那边，但是牧师走了，没有接班人。你看摩西啊，交棒要交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我请你做小组长，我有给你小组长的权利，在你的权柄范围之内，你都可以执行事情。你有问题，你再来问我；没有问题，我完全支持。所以这就是小组运作强盛的最主要原则，你就要听他。你能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说，神不是要改变我们什么个性，神要改变我们什么生命。什么叫生命呢？我个性还是很急，但是我有好的生命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学习的生命。我急，在好的地方急，不该急的时候我放慢一点，这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有没有人喜欢说每天被人家骂3餐的？没有人嘛。你说个基督徒说，你没事，骂骂我好不好？不骂我就睡不着觉，没这种人嘛。这种人不需要圣经的，这种人需要精神科医生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这种人嘛。我们人都希望人家夸奖我们，所以有鼓励嘛，阿们吗？你鼓励他嘛，对不对？你鼓励他嘛。那你说鼓励他，他会不会骄傲啊？那你又忘记真理的错误方法。人不鼓励也会骄傲的，对不对？不是鼓励就会骄傲的，没这种事情。人天生就是什么？骄傲。你看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你什么都没鼓励他，他很骄傲，要哭就哭，要闹就闹啊，对不对？你拿他什么办法？没有办法啦。所以在一个小组里面，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就能够彼此什么成全。4个人在一起，不同的个性，你不要以你为主的个性。教会的方向，这个时间在做什么事情？我们今天在做某一件事情，我们集中火力做这个事情。我们不能将焦点分得太散。要像打一个军队一样，两军对比的时候，不要四处放子弹，浪费子弹。我们要集中火力攻一个点，对不对？说射人先射什么？射马嘛。擒贼先擒什么？擒王嘛。你找那个小兵什么都不知道，抓他干什么呢？2万人去抓那个小兵，对不对？抓到就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抓那个王嘛。这个做施工也是一样啊，施工要有果效，要有意向嘛，阿们吗？没有意向就人就放弃啊，谁都想做这个，我也想做这个，我这想这子弹浪费掉，体力浪费掉，我们集中火力攻一个点，攻下这个点，下面就是你的。所以小组里面有不同的个性。我们今天有小朋友来这边，这个敬拜第1次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不错，你们鼓励人啊。鼓励人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中午的时候这么无聊，找几个小孩子来唱的也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就是什么？鼓励他们，阿们吗？每个人都有第一步嘛。你不能每件事情都以你自己为想啊，对不对？你也会有第1次嘛，阿们吗？那慢慢就会长大。但是我们不是说永远甲子的第1名的，也不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永远有进步，我有进步的空间，你有进步空间，每个人有进步的空间啊。我们人活着才有价值嘛。到一个人没有进步空间的时候，人就很痛苦了嘛。全世界什么都第1名，高度第1名，重量第1名，钱第1名，名声第1名，智慧第1名，这种人还能活在地上吗？但人生完全没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些小挫折，他就活不了了。因为我们都有空间的进步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要鼓励。所以虽然这个节目你不喜欢，我仍然拍手。你有没有看到
对不对？我仍然唱，仍然拍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扶持，阿门吗？阿门。这个谁我不喜欢，我就密不养成。我喜欢拍手。今天不好，我下次不来了。这个生命没有成熟，阿门吗？一个成熟的人，今天这个讲道不适合我，但他讲的是神的话，我扶持他。今天这个敬拜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他是我的弟兄，我扶持他，阿门吗？今天真的讲得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尼托生弟兄这边讲到，我们也是扶持他嘛，阿门吗？今天就是保罗这边讲到，保罗也没有说我什么都懂啊，对不对？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都不清楚的，我们像对着镜子在模糊的。有一天我看到神，我才完全明白啊。保罗很多事情他不明白的，他身上的事，神为什么不医治他，他就不明白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接受嘛。所以神的话不是用来分析嘛，我说神的话用来什么？遵守嘛，对不对？你去分析它，可以分析，但是要正面的分析，阿门吗？分析有两种，一种负面的分析，一种正面的。什么正面的分析啊？我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，一定是我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，我愿意改，这叫正面的分析。什么叫负面分析啊？埋怨神，发怨言，都是神不好，都是你叫我出来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你就负面的分析，那你就会受到咒诅。所以约书亚记第1章主要告诉我们说，神有应许，我们要行动，我们就看到什么神迹。在一个小组的里面，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在一个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是个肢体，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，但不是每个肢体都做同样的事，阿们吗？在神的眼光中，没有一个肢体叫末肢，我们都是正常的肢体，阿们吗？也没有肢体叫做弱肢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靠着神可以刚强。当然，我们也没有个肢体叫做死肢哦，我们都是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叫做肢体，阿们吗？不要矫枉过正，看扁自己或者看高自己。我们在当看自己，因为神看我们为美好，所以我自信我是美好的，阿们吗？但是因着我们的祖先先祖得罪了神，犯了错，我们人因为罪的关系，罪有个定律，所以罗马书就开始要讲了，培训了。罪是个定律，罪因为一人进到身体里面，所有人都是什么犯了罪。罪是个定律，我是 A 型的血，我生我的孩子出去，原则上都是 A 型，这是个定律。你不喜欢 A 型也不行。所以因为罪是一人进来，所以一人犯罪，所以罪就进到一人，所以所有人类都犯了罪。恩典也是一个律，因着耶稣基督得到了这个救赎的赦免，我们相信他就怎么得到赦免。所以有起初的亚当，还有末后的亚当，对不对？起初的亚当指谁呀？就是亚当。末后的亚当是谁呀？耶稣基督。所以真理，你不管旧约新约，你弄通的话，所有真理讲起来都顺的，都是合理的。那今天还有后面一点点时间呢，我给大家看一段了。这个可能大家看过了，就是大陆的教会，他们在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空虚混沌迷雾。好，那个关一下灯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大概2分钟的时间哈。那讲完以后跟大家讲，他完全是照着我们人事时地物来读的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渊面黑曜虚浮，3言2语话提出神造天地万物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耶和华使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之内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便从亚当身中取下一个肋骨，造了一个女人，那就是夏娃。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旨意，偷吃了智慧树上面的果子，被神逐出了伊甸园之后，亚当和夏娃生了赛特，赛特生了以挪士，以挪士生了该南，该南生了马德列，马德列生了亚列，亚列生了以诺，以诺生了马土撒拉，马土撒拉生了拉麦，拉麦生了挪亚，挪亚生活的年代，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
撒，耶和华成就后果，在地上造人，心中忧伤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造方舟，修祭坛，与神立约。当风平浪静，挪亚走出方舟之后，生了他的儿子闪，闪生了亚玛撒，亚玛撒生了沙拉，沙拉生了希伯，希伯生了法勒，法勒生了拉吾，拉吾生了希鲁，希鲁生了拿赫，拿赫生了他拉，他拉生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信心坚定，忠心耿耿，听从耶和华的吩咐，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儿子以撒为祭，也心甘情愿。之后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犹大，犹大生了法勒斯，法勒斯生了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了亚兰，亚兰生了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了拿顺，拿顺生了萨门，萨门生了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。大卫在此非利士人的挑衅中捅伤了前来骂人的歌利亚，名声大噪，从此一步步带领扫罗成为以色列的新王。那大卫王在战场之上，头戴冰美盔，二人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上嵌八宝，轮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身披锁子带着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烟云兽，指挥千军万马。那大卫王无论走到哪里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之后，大卫生了所罗门，所罗门生了罗班，罗班生了亚比亚，亚比生了亚撒，亚撒生了约沙法，约沙法生了约兰，约兰生夏甲，生约坦，约坦生亚斯，亚斯生西西家，西家生马利，西马利生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，约西亚生耶和尼亚，耶和尼亚生撒勒，撒勒生所罗巴，所罗巴生亚比，亚比生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生亚瑟，亚瑟生撒督，撒督生亚基，亚基生以律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约瑟迎娶了受圣灵感应的童贞女玛利亚，生下耶稣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通过圣灵感应降生在伯利恒。三位博士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便来到耶路撒冷朝拜。希律王得知一位新王在伯利恒诞生，心生恶念，便下令杀死当地所有的男婴，惨绝人寰。只有一个男婴逃出了魔爪，那就是耶稣。约瑟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前往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。时光荏苒，大约过去了30年，罗马控制了整个犹太地区和耶路撒冷。希律王的儿子安提帕正迎来了罗马第4任巡抚傲慢残忍的本丢比拉多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约旦河，接受约翰的洗礼。耶稣拣选了12门徒，带他们传福音、治疾病、显神迹，彰显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的能力和威望惹怒了大祭司和本丢比拉多，便收买了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。最后的晚餐之后，犹大带领官兵找到耶稣，以亲吻耶稣为暗号。众官兵拿起刀枪剑戟，斧钺钩叉，什么带钩带刺儿带尖儿带刃儿，将耶稣团团围住。情急之下，耶稣的门徒彼得愤怒地拔出刀来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。耶稣却对门徒彼得说：“收刀勿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”就这样，耶稣被逮捕，被大祭司和本丢比拉多判为死刑，被戏弄，被拷打，被折磨。随后，我主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流出了他的宝血，洗清了世人的罪。第3天，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空虚、混沌、迷雾、渊面、黑暗、虚无，三言两语话起初，神造天地万物。人本地上尘土，如同沙漠荒芜。亚当身中取肋骨，才有后代无数。人类罪不可恕，上帝爱人如故，要给世间得救赎，赐下爱子耶稣。耶稣乃是我主，为我舍命受苦，我当把爱全付出，荣耀耶稣基督。这个如果光光听他一直讲耶稣就是家谱嘛，马太福音1章。都听得懂，要表示你的圣经还不错啊。如果中间很多都卡住的，表示圣经还是不是这么熟啊。所以他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，讲完了啊，就几个时间将来全部翻遍好。这个就是读人名很重要啊，人事时地物很重要。你所有的中心思想一定用人事时地物来发表哦，你才会了解这本圣经。最后呢，我跟大家补充一下，约书亚记不是约书亚写的，约书亚记是菲尼斯写的。菲尼斯谁呢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利未，利未生安南，安南生亚伦，亚伦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菲利士。我的速度比他差很多，对不对？我只背了8个，对不对？他背了整个家谱背出来。菲利士就是利未的支派的哦，那个时候就是亚伦的曾孙哦，他写这个约书亚记哦，那这个就是在历史的参考里面，跟里面内容的分析，跟时间的配合。大部分人觉得是菲尼哈写的啊这本书，菲尼哈就是亚伦的曾孙子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今天讲到这边，愿大家在行动上面我们能够坚持。你对小组有任何的意见，你可以跟小组长反映，
在小组里面，我们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。我们每个人需要的，神会亲自供应我们。我们应该去帮助别人。我们不应该在小组里面永远想着为什么你不关心我，为什么你不对我好？你这样子的小组永远不会进步。我们应该走出去，脚掌所踏之地，神就赐给我们。你的困难，神帮你解决，阿们吗？你先跟随神，这是做事情原则。如果你一直放大你的困难，埋怨你的困难，你离开教会，你不参加小组，你不读经，你不要做什么，吃亏的是你自己，不是神。但是你先相信神，神在你身上有工作，你要使万民做神的门徒，你去做这个事情，你的困难就是神的困难，神就亲自为你答复。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中午我们透过约书亚记，让我们看到你已经应许我们去传福音，你已经应许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主，但愿我们的行动是配合神的话，像保罗一样，我们像约书亚一样，我们脚掌所踏之地，你都要告诉，你都要赐给我们，你要提醒我们要刚强大大的壮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这些的话再次鼓励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何等的盼望。当我们为神做神的工的时候，我们的担子神就亲自为我们担当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，在经济上有困难的，求着你帮助扶助他们；在工作上有困难的，你赐给他们美好的机会；在健康上面有困难的，主你完全的医治他们；在心里面有空虚的，你安慰他们。主，你是安慰人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将荣耀都来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